狮子和老虎杂交叫狮虎兽，马和驴子杂交叫骡子。那黄牛和水牛呢？它俩能不能杂交？杂交出来的后代又叫什么呢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两个物种的亲缘关系比较远，那么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生殖隔离，导致无法生育后代。所以要想知道黄牛和水牛能不能杂交，首先要知道它们的区别。黄牛是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牛亚科中被驯化的牛类的总称，也称为家牛，一般将它们用来作为肉、奶或皮革的来源，或者用来下地干活。黄牛的皮肤主要以黄色为主，也有红棕色和黑色的，只不过数量比较少。根据其体型和性能不同，可以分为3大类型：北方黄牛、中原黄牛和南方黄牛。现阶段，我国的5大黄牛品种为秦川牛、南阳牛、鲁西牛、晋南牛、延边牛。这5个品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。黄牛是我国最常见的普通牛品种，以前在农牧区主要做役用、肉用和乳用，现在役用功能已基本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肉用兼乳用功能。而水牛背毛稀疏，多为灰色至灰黑色，尾巴比较长，尖端浓密，有半截腿至膝盖处通常是乌白色。成年水牛几乎无毛，皮肤的颜色随气候条件变化，所以有时很难确定肤色。因其体格高大粗壮，四肢有力，耐力强，适用于水田耕种。加上汗腺不发达，所以它们非常怕热，要浸泡在水里面才能散热。水牛通常浑身沾满了泥土，如果没有污泥覆盖，干燥时皮肤为深灰色；当湿润且有泥浆覆盖皮肤时，多为深褐色至黑色。多种家养的水牛颜色都比较灰，有下垂的脖子，而水和牛脚更黑，并紧紧卷曲，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进化史。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，黄牛也就是家牛是由原牛驯化出来的，从过去的78万年前到如今，一直生活在亚欧大陆上。8000年前，人类第一次驯化原牛，使之变成家牛，用来耕地或者食用。今天大多数家牛的祖先都是原牛，它们曾经在欧亚大陆上非常普及，但后来在人类的大量捕杀中，数量逐渐减少。1627年，世界上最后一头野原黄牛也在波兰的捕杀下灭绝了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黄牛指的就是原牛的后代。黄牛就是从大自然中驯化而成的原牛，就像家猪是由野猪驯化出来的一样。因此，黄牛是牛科牛亚科牛属下的物种。水牛的进化路线则完全不一样。水牛以前是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野生牛科动物，它有野水牛和家养水牛之分。我们现在家养的水牛也是由野水牛驯化而成。咱们绝大部分的水牛都分布于东南和西南地区。由于它是由野水牛驯化而来，因此驯化后的水牛仍然保持了野水牛的基因。东南亚水牛的来源不是那么有迹可循，它们有可能是驯养水牛的后代，也有可能是本地野生水牛的后代，或是2个品种的交配产物。水牛的分类在科学界还有争议，有专家认为水牛只有1个种，下分2个亚种，河水牛和沼泽水牛，其他专家则将2者分为独立的种类。所以野水牛和黄牛的祖先原牛完全不是一个物种，它们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分化了，生活习性差距很大，基因相差太远，染色体数目差距也很大，因此这2种牛根本无法杂交产生后代。它们虽然都是牛，但2者的生活习性有着显著的差异。除此之外，它们的基因差距也特别大。我们知道，任何物种要想成功繁殖，它们之间是不能存在生殖隔离的。
的物种。所以说，如果存在生殖隔离，那两个物种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。即使通过人工手段交配出后代，它们的后代也没有可生育的能力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